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脑神经外科医生林承之先生所著的《对大脑有害的12个习惯》这本书。如果您的人生不顺利，那可能是因为您在无意识中养成了一些对大脑有害的习惯。只需通过本期视频了解这些坏习惯，并立即改掉它们，您的生活会有显著的提升。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您绝对也在做对大脑伤害极大的3个坏习惯。第二，讨厌一个人会让大脑发出哀嚎，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首先是第一部分，您绝对也在做对大脑伤害极大的3个坏习惯。大家中间是否有人有以下困扰呢？即使拼命努力工作或备考，却总是无法取得成果，感到痛苦。最近在工作或私人生活中频繁出错，总觉得脑袋像罩着一层雾一样，不够清晰，记忆力变差了，思维变迟钝了。如果你有类似的烦恼，作者指出，其实这些问题只需要稍微改变大脑的使用方式就能解决。您可能也有以下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更好地发挥能力，希望思维更加敏捷，希望脑袋里的那层雾能散去。众所周知，大脑掌控着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对大脑不利的事情，就会导致大脑控制的器官或神经出现异常，进而影响身体健康。更糟的是，大脑功能本身也会因此退化，表现为记忆力变差、难以应对压力、情绪失控等问题。有些人即使为健康努力了很多，但仍然感觉状态不好，这可能正是因为无意中养成了对大脑不利的习惯。那么先来了解什么是对大脑有害的习惯吧。大多数人因为不了解这些习惯，所以无法摆脱它们。实际上，仅仅知道对大脑有害的事物，就可以自然地戒掉那些对大脑有害的习惯。让我们来具体讲解一下对大脑有害的习惯。先简单列出将要介绍的对大脑极为有害的习惯排行榜前3名。第1名，摄入让脑细胞老化的食物。第2名，勉强忍受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第3名，给事情贴上讨厌或者不擅长的标签。仅仅戒掉这3个对大脑有害的习惯，您的大脑就会得到显著改善。请尝试戒掉这些坏习惯，以焕然一新的大脑来观察眼前的世界，相信世界会变得光彩夺目。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讲解这些习惯。对大脑非常不利的习惯之一，摄入让脑细胞老化的食物。首先必须强调的是食物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食物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同样，我们的大脑也是由食物所构成的。大脑对我们摄入的食物影响极为敏感且直接。实际上，研究表明，食物甚至会影响 IQ。例如，大量摄入加工食品的孩子，其 IQ 比不吃加工食品的孩子低。这是因为加工食品缺乏对幼儿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维生素等营养素。相反，保持健康饮食习惯的孩子，其 IQ 会更高。这种食物决定 IQ 的观点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但从营养影响大脑功能的角度来看，这却是理所当然的。请记住，那些忽视饮食、单靠毅力努力的人，其实是在犯错误。大脑终究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如果没有合适的营养供给，它是无法正常工作的。就像汽车需要汽油才能启动一样，大脑也需要营养作为燃料。没有提供适当的营养，再怎么努力敲打方向盘，汽车也是不会动的。同理，没有正确的营养，大脑也是无法高效运转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大脑得到适当的营养，而不是一味靠毅力强撑。此外，您可能听说过脑雾这个词，大家是否最近发现自己经常健忘，或者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想不起来？看书时总觉得内容难以理解，这样的状态在严重情况下被称为脑雾。因此，脑雾形容的是一种大脑仿佛笼罩在雾中的状态，导致思维变得模糊不清。脑雾的表现包括大脑迟钝，无法正常运作，即使确保了充足的睡眠，仍感觉疲劳不堪，脑中时常混乱，仿佛漂浮在空中，思维迟缓，
反应变慢。如果您符合这些症状，可能已经受到脑雾的困扰。脑雾的产生与饮食密切相关，例如食用反式脂肪酸、Omega-6脂肪酸、谷蛋白以及一些对大脑有害的成分，会引发脑部炎症，导致脑雾的出现。不规律的饮食或营养不足也可能导致营养缺乏，从而引发脑雾。此外，食物中添加剂或重金属等毒素的积累，同样可能造成脑雾。因此，饮食对我们的脑健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如果您希望提高大脑的运转效率，摆脱脑中的迷雾，就需要停止食用对大脑有害的食物，转而积极摄取对大脑有益的食物。本书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身体会老化，大脑的神经细胞也会逐渐衰老。然而，作者认为，通过适当的饮食习惯，可以有效防止大脑老化，甚至在中年及以后依然维持年轻时的功能。关键在于培养防止脑细胞老化的饮食习惯。首先建议在日常饮食中加入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品，以减少活性氧的产生。活性氧是一种具有强氧化性的氧，过量会攻击正常细胞和基因，导致功能退化，并引发癌症、心肌梗塞等疾病。减少活性氧的关键是摄取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品。具体而言，建议多摄取以下抗氧化成分：维生素 C、维生素 E、多酚类和类胡萝卜素。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品包括维生素 C 猕猴桃、西兰花；维生素 E 芝麻、杏仁、花生；多酚类蓝莓、苹果、咖啡；类胡萝卜素绿色及黄色蔬菜、甜椒、西红柿。通过摄取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潜力。此外，为了防止脑神经细胞衰老，除了抗氧化食品外，还需要注重饮食的均衡性。作者特别推荐日本的传统饮食，认为这种饮食不仅能防止大脑老化，还能增强免疫力，因此值得重新审视。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一种对大脑功能有益、能激活脑神经细胞的重要食材，这指的是被称为芽苗菜的发芽蔬菜。芽苗菜是植物刚刚发芽的新芽，在发芽和生长开始后，植物中会含有种子时期不存在的丰富营养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 E 和植物化学成分。具体来说，常见的芽苗菜包括豆苗、萝卜芽苗菜、花椰菜芽苗菜和红卷心菜芽苗菜等。这些食物可能并不是大家日常经常食用的食材。在这些芽苗菜中，花椰菜的婴儿花椰菜芽苗菜尤其值得推荐。花椰菜芽苗菜中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有效成分，其含量远高于普通花椰菜。萝卜硫素能够提升身体的解毒能力和抗氧化能力，同时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此外，有研究表明，连续2个月食用富含萝卜硫素的花椰菜芽苗菜后，导致老化的关键物质之一 AGEs 在血液中的浓度显著降低。AGEs 是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物质，因为它不仅会引起老化，还可能导致多种疾病。如何减少 AGEs 是预防老化的重要课题。花椰菜芽苗菜通过降低血液中 AGEs 的浓度，展现出非常显著的效果。此外，研究还发现，萝卜硫素对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萝卜硫素可能有助于降低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相关的化合物谷氨酸的水平，这使人们进一步推测，萝卜硫素可能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更令人惊讶的是，花椰菜芽苗菜中的萝卜硫素含量是普通花椰菜的20倍以上。因此，在所有芽苗菜中，强烈推荐花椰菜芽苗菜。除了芽苗菜之外，还有一种对大脑非常有益的饮品——绿茶。绿茶中富含一种叫做茶氨酸的成分，这是一种氨基酸，被认为对保护脑神经细胞非常有效。简而言之，绿茶对大脑健康有益。总之，通过多吃对大脑有益的食物，如芽苗菜，搭配一杯绿茶，可以极大改善脑健康。需要牢记的是，单凭意志力
无法让大脑高效运转，必须为大脑提供适当的营养。此外，控制饮食量，不过度饮食，也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吃到8分饱就放下筷子，这一点对于保持脑功能的健康也被认为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吃得过饱时，血液会集中流向胃肠，导致大脑的血流减少。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吃得太撑后，头脑昏沉，还会犯困。为了让大脑高效运转，千万不能吃得太多。此外，作者还指出，减少食量在脑科学上也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限制热量摄入能够抑制促进老化的活性氧生成，同时还可以激活具有延长寿命作用的长寿基因，从而提高身体的修复能力。因此，那些习惯吃到撑的人，不妨尝试调整饮食习惯，吃到8分饱就放下筷子，这对健康和脑功能都有很大好处。接下来，对大脑非常不利的习惯之2，勉强忍受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许多人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想做的事情也得去做。忍耐并坚持完成不想做的事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错误的。人类在勉强忍耐着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既难以获得成果，也无法真正学到东西。这是因为您的大脑会拒绝接受这类事情。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备考经历，就能明白这一点。学生时代，同样花费时间学习的内容，有些容易记住，有些却很难记住。这种差异与信息进入大脑时的情绪反应密切相关。那些带有有趣、喜欢等情感标签的信息，在进入大脑时会被更强烈地输入记忆中，而那些被认为无聊或没用的信息，则输入的效果较弱，自然难以记住。因此，如果勉强自己学习，哪怕花再多时间努力，大脑的工作效率也难以提高。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工作。许多人把工作视为一件让人不快的事情，而这种情绪本身就是问题之一。因为当人们被迫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大脑难以正常运转，生产力自然无法提升。那么，如何才能让大脑高效运转呢？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自主性，不要被动地接受任务。例如，因为考试会考到，所以必须记住，或者因为上司要求，所以必须记住资料内容并进行演讲。即使是让人提不起劲的事情，也需要找到其中的积极意义，并主动去记住。比如，不要想着如果考试不过就无法升职，而是要看到通过考取资格证，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以自主性的态度完成任务。通过这种方式，您的大脑将更高效地运转。为了让大脑充分发挥潜力，要养成发现事物积极意义的习惯，把被迫去做转变为我想去做的思维方式，大脑会变得更加活跃。比如，小时候被父母强迫学习时，您是否瞬间失去了动力？如果只是被动地服从上司或老师的指示，大脑的思考能力无法提高，积极性也很难激发。因此，自主性至关重要。被动的机械完成他人交代的任务，不仅无法激发积极性，也无法让大脑高效工作。此外，除了自主性，为了让大脑高效运转，还需要明确设定目标。大脑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和可行的思维方式，仅仅依靠精神论式的我要努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没有具体的目标，大脑会不知道努力的方向，最终可能只是徒劳无功。所以必须明确设定目标，并清楚地告诉大脑为什么要努力。例如，将目标写在纸上，贴在房间里，经常浏览，以便不断提醒大脑明确的目标，以及对目标达成的具体想象，可以极大提升大脑的表现。然而，也要注意设定目标的难度。如果目标过于遥远和难以实现，可能会在追求过程中感到无力和挫败，从而放弃。因此，目标需要具有可行性，既要有挑战性，也不能超出能力范围。通过这样的方式，大脑才能充分发挥其潜能。当大脑感到放弃时，它就会停止工作。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应设定过高的目标，
重要的是从可以做到的事情或者容易做的事情开始，积累小的成功经验。比如，知道运动重要后，第二天就定下跑2公里的高目标。这种做法从脑科学角度来看是错误的。最开始，可以从几百米的距离开始，以快走的速度进行，这样就可以了。每天重复这个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你会逐渐感到身体变得轻松，能够跑的距离也会一点点增加。通过不断积累今天比昨天跑得更远的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让大脑体验到轻松的成就感，完成小目标。大脑喜欢成就感，因此通过不断体验成就感，可以激发大脑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对大脑非常不利的习惯之3，给事情贴上讨厌或者不擅长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给某些事情贴上讨厌或者不擅长的标签，我们的大脑就会突然停止工作。其实，所有进入大脑的信息在被理解和思考时，都会被加上情感标签，而大脑的理解力、思考力、记忆力等功能，都会受到最初情感的影响。如果信息被贴上负面的标签，大脑的能力就会下降。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感到讨厌或不擅长，效率就会骤然下降，大脑无法高效运作。也就是说，讨厌和不擅长的情感会对大脑的运作形成制约。因此，即使是我们不喜欢或不擅长的事情，也应该尽量从看起来有趣或者可能会享受的角度去看待，思考如何通过这些事情来提升自己的理解力、思考力和记忆力。这就是提高大脑表现的关键。尤其是在工作中，可能需要面对不喜欢或不擅长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学会改变看法，积极地看待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虽然这很难，但通过做这个，我的能力会不断提升，这是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以此来积极应对。即使在我们认为讨厌或不擅长的工作中，也会有一些有趣或令人享受的方面。我们应该巧妙地关注这些方面，避免贴上讨厌或不擅长的标签，从而保持大脑的高效运作。如果你无法完全去除讨厌或不擅长的想法，可以考虑将任务变成一个游戏，将游戏元素融入到工作或学习中，能够在享受的同时提高动力和效率。这种方法被称为游戏化。为了让不喜欢或不擅长的事情变得有趣，可以设定一些简单的规则，比如完成这个任务得1分，或者设置一个时间限制，变成一种时间挑战游戏。当您面对不喜欢或不擅长的事情时，可以决定在30分钟内完成，并设置计时器开始挑战。这样讨厌的任务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时间挑战，您能够轻松完成。总之，不要轻易给自己贴上讨厌或不擅长的标签，尽量思考如何让这些事情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这样的大脑运作方式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解力、思考力和记忆力。接下来是第2部分，讨厌一个人会让大脑发出哀嚎，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不要讨厌别人。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在装好人，但我说这些话是为了提醒大家，讨厌别人最终会让自己受损。虽然每个人都有喜欢或不喜欢的人，但我们应尽量避免讨厌他人。比如回忆一下您在学生时代的经历，您可能有1、2位讨厌的老师。如果您讨厌某个老师，您就难以专心听课，考试成绩也往往不好。这是因为大脑会给讨厌这个标签，而给这些信息贴上负面标签会影响理解力和记忆力。相反，如果是您喜欢的老师讲解的课程，您可能会更容易记住，并且变得擅长这个科目。另外，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在职场上有讨厌的上司或同事。事实证明，单单是有个不喜欢的上司就足以降低工作表现，工作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您讨厌某个上司，您的大脑就会给与上司相关的所有信息贴上讨厌的标签，这样即便是您擅长的工作，也会变得不愿意去做，甚至不想接受分配给您的任务。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同事。如果您和某个讨厌的同事在同一个项目中合作，您的工作表现也会大幅下降。而且，职场上的讨厌同事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与私人生活不同，在职场上我们不能选择避免这些人，因此每天天天和不喜欢的人面对面相处，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即使有些人觉得自己不容易被讨厌的人影响，事实上，大脑在无意识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因此，在职场这样一个每天都要接触的环境中，尽量避免有讨厌或不擅长的人出现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会影响您的工作表现，还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您自己受损。所以建议您去除对某人的负面印象，尽力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努力去寻找与他们合作的可能性。对于不喜欢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他们的缺点，很容易会对整个关系产生反感。但既然无法避免与这些人交往，那么尽量减少压力对自己是有利的。因此，遇到不喜欢的人时，不妨把它看作是提升大脑功能的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去寻找那些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对方的优点，并尽量从中找出喜欢的部分。当大脑对某个信息贴上喜欢的标签时，我们的理解力和思考深度都会增强。故意去喜欢不喜欢的人，能让大脑变得更加活跃。作者自己在组织中工作时，也曾遇到过不喜欢的人，但他会发现对方的一些优点，并且会将这些优点告诉对方。这样做，往往能得到对方的感激，并且有时会得到对方的好感。随着关系的改善，曾经的尴尬也会慢慢消除，日常交流变得更轻松愉快。即使是很小的事情，只要看到对方有优点并真实地感受到，就尽量去关注这些方面。比如，可能之前您觉得某人说话直率，很不客气，觉得他很烦，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可能你会发现他其实是非常直率并且真诚的，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品质。如果您开始意识到这点，您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在真心地关心您，并且对您提出严厉的意见也是出于好意。在现代社会，能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这样的直率反而会让您感激。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喜欢的部分，我们对他人的印象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我鼓励大家尽量努力去喜欢身边那些稍微有些难以相处的人。如果您能够将讨厌的情感转化为喜欢，那么大脑的功能将会大幅提升，压力也会大大减轻。此外，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大脑本来就有出错的可能，因此我们需要时常质疑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与他人交往时，我们更容易因为我绝对是对的而引发很多矛盾。其实我们应该学会在遇到冲突时，问自己是否可能是错的，是否有其他的角度可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个心态，也许我有错，这样才能避免无谓的矛盾，减少不必要的压力。当我们愿意放下绝对正确的执念，多一分自省与包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和谐美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